你的真我状态长什么样子？它会告诉你什么呢？你给我3分钟的时间，我将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看到你的真我状态，并且疗愈自己。在开始体验前，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第二个，让你自己处于一个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下进行先点赞后体验，养成好习惯，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可以躺下，也可以坐下，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会感受到一阵的放松，在按摩你的双眼，发挥你所有的想象。我会从1数到5，每数一个数，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轻，越来越放松，仿佛可以飞到空中。当我数到5，你会飞到一片柔软安全的云朵上，进入到最放松的状态。1，放松你的额头，放松你的五官。2，放松你的颈椎和肩膀，放松你的胸腔。你会感到越来越轻，已经飞到空中。3，放松你的小腹和你的肠胃，你可以看到空中的云朵、蓝天，感受到当下的自由。4，放松你的四肢，放松你的双手和双脚，你离白色的云朵越来越近。5，你已经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下，站在云朵之上，可以感受到脚下的柔软。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云朵的中央有一座高塔，请你仔细观察它是什么颜色和材质，有什么特征。你会离高塔越来越近。当我数到3，你会用你的方式进入到高塔之中的任何一层，而这一层中会有一个人在等你，他就是你内心中另一个真实的自己。1、2、3，你会清楚地记得，你进入到了高塔中的那一层，在你的面前，另一个自己有什么样的特征？他看到你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请你观察他当下的状态，是自信和勇敢的，还是自卑和委屈呢？我会给你一点时间，请你用你的方式拥抱他，鼓励他，接纳他。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观察到他的变化。如果你有流泪的感受，可以给你自己一次疗愈的机会。他会带你来到高塔中最高的一层，而在这里，是你内心中被隐藏最深的部分。不论你看到什么，你都会开始逐渐接纳、疗愈自己。当我数到3，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1、2、3，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有缘人，不管你信不信，一个家里但凡有一个修行的，那这个家的磁场和福德就会不同，因为信的那个人会做功德，久而久之，这个家就会变成德善祥和之家。有道是富不可长久，穷不超2代，世事自有变数，来日终将方长。再怎么有钱，也不见得可以千秋万代；再怎么贫穷，也不会超过2代人。反正这世间之事，自有他们的变数。要坚信来日方长，人不论贫富都会老去，不会天长地久。因此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家庭上，希望家庭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最好可以逐渐走上坡路。要想家庭走上坡路，那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家庭的磁场必须符合发展的轨迹。一旦磁场出现了偏差，哪怕是富有之家，也会逐渐倒霉沉沦下去。看得见的物质终究会消失不见，唯有看不见的事物，才能渡人渡己渡家，让你我更好地发展下去。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提升家庭磁场，帮助家庭走上坡路。一个家庭最好的磁场并非贫富，而是出现这几种长久的吉兆。一个家庭最好的磁场是稳字当头。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最让人放心呢？毫无疑问，便是安稳的生活。一个稳字，就能让人奋斗一辈子。普通人夜以继日去干活，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父母家人，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没有安稳，人们就不会活得高质量。看到过一些过得不如意的家庭，全家人整日战战兢兢，不是昨天为了一日三餐而忙碌，就是今天为了孩子的开支而担忧，反正没有一天是安乐的。这种不够安稳的家庭，其发展的模式就跟踩着钢丝往前走一般，只要走错了一步，稍微颤抖一下，或者遇到了一些风险，那他就会直接跌落谷底。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生活的好，永无止境。这属于精英生活的差，也永无止境。这属于不够安稳的普通人。对于人生，要稳字当头；对于家庭，也要稳字当头。此乃长久之道。家庭最好的磁场是和气生财。所谓家道和，运势险；家道乱，祸患生。家庭一团和气，运势将愈发充盈，让家庭走上坡路。而家庭变得乱糟糟，人心不和，别说走上坡路了，能够保持原状就不错了。曾经有一户人家，本来资产近亿，特别有钱。前几年这户人家的男人出轨，在外面生了2个私生子，家庭立马争吵不休，夫妻2人还大打出手。至于这个男人，近段时间的财运也不好，已经亏了上千万了。他自己也特别疑惑，为什么以往的运势那么好，而当下的运势那么差呢？就是因为他亲手破坏了家庭的磁场。和气生财的磁场，就能让人处于良好的境地当中，活得幸福。但是他让和气生财的磁场消失了，那他的处境也就不太好了。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好好想想，这件事是否对家庭的和气产生影响。不影响，那可以积极去做；如果产生影响，那就不要做了，以免害了全家。家庭最好的磁场是上善若水。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天底下的水让万物都获益，但他自己从来都不争，处于低下的河道当中，也能保持平静，不骄不躁，不憎不恨。所以他特别接近大道，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上善若水。水的品质不仅是用在人的身上，还是用在家庭当中。人如水，自长久；家如水，万事兴。这如水一般的家庭，为什么可以让万事兴成呢？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弱点，就如同涓涓细流一般，刀斩不断，暗礁也阻挡不住，那它就立于不败之地当中了。如此家庭未必有钱，但一定特别团结，家中的风气特别好，就跟坚固的堡垒一样，无论敌人从外面怎么进攻，也都攻不破。要知道，水能够给家庭带来数不尽的运势和财富，那如何培养上善若水的品质，才是我们所要思考的关键。家庭最好的磁场是随机应变。古人有言，既有施法，又有变通。大致意思是，万事万物既要有不断学习的行为，也要懂得变通。跟学相比，其实显得更重要。
因为世道是不断发展的，昨天是那个样，今天是这个样，身处于一天一个样的年代当中，家庭永远固执守旧，总抱着老皇帝过日子，始终会自食恶果。我们之所以要倡导与时俱进，就是因为顺道者昌，逆道者亡，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我们跟不上时代，就只能被时代抛弃。就好比以往的商业思维，如果放在今天就不适合了。如此，哪怕以往的老板在今时今日创业，也不可能成功。不变就会让自身固化，好比枯老的树木被蛀虫吃，抹干净而变，则是汲取新的水源，让自身焕发生机。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分为良好善意满满的家庭，必然会有好的福报，哪怕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前途繁花似锦。分为有问题且三观扭曲的家庭，必然会惹来麻烦和祸患，哪怕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不见得会有好的结果。这所谓的积善和积不善，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影响呢？关键在于德行和磁场的问题。积善之家有德行，有好的磁场，而积不善之家缺德无度，自然麻烦不断。古人有言，修身齐家。一个家庭的亲人如果连内心都修不好，连本分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够更好地治理家庭呢？普通家庭最大的补给是出现这4种异象，即使只有一个，也恐怕家运不保。一家人窝里斗，自相残杀。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家人齐心协力，哪怕当下再卑微，也能东山再起。一家人自相残杀，哪怕当下再有钱，也会逐渐衰败。在三国末年，一代雄主司马懿横空出世，继承爷爷和父辈的遗愿，迅速平定三国，统一天下。多年后，他传位给儿子司马衷。司马衷此人是个低能儿，皇后贾南风也喜欢搞事，从而引来了八阿王之乱。司马家的人打司马家的人，让蛮夷有了机会，导致西晋灭亡。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司马家就从强盛的家族沦落为二流家族。虽然拥有了皇位，但大权被王谢等家族把控，落魄不堪，可谓是其他家族的傀儡。为什么司马家族会衰败得如此之快呢？因为他们喜欢窝里斗，自相残杀，让家族出现了无休止的内耗，内耗到最后就毫无家运了。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心不齐祸乱生，就是这个道理。二家人做不到脚踏实地，喜欢走偏门。周易当中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道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应该向天道学习，自立自强，积极向上。大地宽容厚实，君子就该向大地学习，脚踏实地，尽德修业。天地其实都有踏实稳重的品质，当然这种品质如今被人瞧不起，人们都认为只有走偏门走后门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事实上，所有走偏门走后门的行为都是不长久的，更何况普通人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靠山，哪有走偏门的机会呢？不走偏门其实是好事，只想普通人以光明磊落的手段赚钱，以堂堂正正的姿态做事，又岂会惹事，招惹来麻烦呢？家人脚踏实地，这是兴家之道，而家人浮夸不堪，
这是亡家之始。三子孙脆弱，做不到自力更生，完全富养孩子，就是让孩子处于温室当中，无法适应社会，间接导致他们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就拿啃老的子女来说，他们有手有脚，就是不去赚钱，而是选择依赖父母，一直吸父母的血，而父母一看到生活不易，就心甘情愿让孩子吸血，让孩子暂时啃老，或者适度帮扶子女，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让孩子长期啃老，不让孩子去吃苦，这就等于毁了孩子。为什么我们常说慈母多半？父母太慈祥，就容易养坏孩子，培养出一个败家子。于是乎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情况就出现了。父母很有本事，可父母不让孩子吃苦，那孩子早晚有一天会败光父母的身家。或者说，当父母离开了，孩子无法自力更生，那他们也没有好结果。所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尽量培养孩子靠自己以及自力更生的观念，如此他们才有前途，家庭才有未来。四上梁不正，家庭的下梁就会歪。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榜样作用，大致意思是人们会把有德行的长辈或者家中的父母当成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儿子也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儿子是父亲的一面镜子。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女儿也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女儿是母亲的一面镜子。父母好，下面的孩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父母不好，比如他们的言行举止有问题，下面的孩子也会有样学样，越来越坏。有一个案例，孩子还小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就经常带他去麻将馆，也不教他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初中毕业后，这孩子考不上高中，只能出来干活。20来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因为偷盗蹲了大牢。年老的父亲恨铁不成钢，为什么孩子会做出如此低劣之事呢？也许一切都有因果。父母是孩子的榜样，长辈是后人学习的对象。上梁正一点，那下梁才不会歪歪斜斜。影片看到这里，请稍事休息一下，跟随我做一个有趣的测试，环顾一下你的居室。如果你不在家，请回想一下不久前你离开时家里的样子。地板上有没有积满灰尘？沙发上是否有堆积如山的书籍、衣服杂物？衣柜里是否凌乱不堪？厨房灶台上是不是油渍斑驳？如果是这样，那么小心了，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你的家事就像你自己。美国哈佛商学院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一个现象：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于是摸索出这样一个结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个家庭的磁场好不好，看看这个家的房间就知道了。房间凌乱的家庭很难教出孩子的灵性。如果我们的家庭环境是杂乱无章、灰尘飞絮的，那么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事在孩子面前及早发怒。由于过多关注于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对他们归类整理能力的培养，孩子具有极强的模仿力，他们会在无意中模仿父母的做法。如果你经常把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他也会很快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反之，如果家里杂乱无章，那么他的生活状态和心情也都是杂乱的，学习成绩自然不会好。一个人的房间里藏着自己的生命状态，更藏着孩子的未来。在中国，打扫的智慧源远流长，譬如父字，便是女人手持一把瓢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期冀。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阳气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就连财神爷也喜欢住干净明亮的家。你去旅游，有2个朋友热情邀请你住他家，一个朋友的家干净明亮整洁，一个朋友的家脏乱差，你选择住谁家？肯定是选干净明亮整洁的。而财神爷和你一样的智慧，财神爷也喜欢住在这样干净明亮的家。无论是小家还是企业，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一个肮脏的角落。清理家就是增长智慧。每当有烦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你的家居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让环境变清爽，人住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而那些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脏乱的环境中，家里的脏乱也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智慧自然会增长。清理家就是丢掉病菌。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垃圾场，久入兰室不闻其香，久住脏屋不觉其乱。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外在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清理家就是提升正能量。电视剧中，鬼屋都是长满蜘蛛网灰暗，而天堂则是光亮富丽堂皇。所以灰暗的家吸引不好的能量，能量不好，财运自然不好。而光亮的家吸引好的能量，正的能量，能量好，财运自然好。一个人走路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的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而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清理家就是清理心灵。我们的家通常堆放很多闲置的物品，依附这一些的能量非常负面。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了，顺溜了，轻松了，爱和感恩就流进来了。感谢你看到最后。亲爱的有缘人，也许你最近的运势并不顺利，面临着种种挫折与不如意，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扰，目标的难以达成，都让你感到身心俱疲。这时候许多负面情绪也会接踵而至，自我怀疑、焦虑、抑郁使你感到力不从心。但是请不要放弃希望，因为逆境是考验一个人的耐力与毅力的时候，它的出现正是在提醒你振作精神，焕发生命的热情。每一个不幸都孕育着转机，每一次跌倒都蕴含着再次飞翔的可能。前方的路还长，岁月还慢，继续前行，阳光终会到来。在每一个难关，你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在你周围总有爱你的人在支持你。你并不孤单，
在天边总有光在指引你，你终不会迷失。在这个频道还有和你同频的共修之人，你总能得到正能量。请保持希望，保持力量，因为你拥有改变命运的能量，你随时可能迎来人生的春天。今天我要分享一段强大的转运能量文。什么是能量文？当你阅读一篇文字，能给你带来强烈正面感受的，就是高能量文。在诵读能量文时，我们本质就是在用声音直接明确地传播我们的意念，从而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绪。而当全宇宙中有了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人在传播同频意念时，这些相同频率的意念在宇宙中穿梭碰触，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真实的物质，形成了我们的世界，真正影响我们的人生。更为详细的介绍，你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的卡片了解。好了，接下来希望你用几分钟时间跟随诵读这篇强大的转运能量文，你会感受到祝福与力量注入你的生命，点亮你前行的道路。它会让你找到自信和勇气，抹去过去的阴霾，走向美好的明天。请保持开阔的心胸，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束缚，相信奇迹的发生，它就在下一秒为你敞开生命的大门。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诵读，那么也可以反复认真聆听，在心中默念。准备好迎接崭新的自己了吗？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这段神圣的转运之旅吧。我是有福之人，我郑重向自己承诺，我是有福之人，我只做有福之事，比如行善助人，修福积德，多读书，勤思考，明事理，知感恩，不抱怨，不自私，不贪婪，不计较。我是有福之人，我只教有福之人，比如与智者同行，与善良为伴，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远离负能量的人，与他们分享我的快乐，接受他们的祝福并回馈以爱。我是有福之人，我只去有福之地，比如到寺庙里拜佛祈福，到公园散步赏花观景，在自然中感受宁静，在艺术品前欣赏美妙，在音乐声中陶冶情操。我只去跟我磁场吻合的场所。我是有福之人，我只拥有我配得上的物品，比如吃健康的食物，穿舒适的衣服，收拾干净的住所，让我开心的小礼物。我要自律地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和冲动购物行为。我是有福之人，我只说赞美的话语，比如对别人微笑着说话，表达感激之情，赞美别人的成就，鼓励他们继续前进，用温柔的声音说话，不伤害他人感情，不说挑拨离间或贬低他人的话语。我是有福之人，我只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照顾好自己和家庭，完成工作任务，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只关注我能做的事情，而忽略其他事情。我是有福之人，我只爱那些我真正喜欢的人，我不允许我的情感被利用或被操纵，我不让任何人控制我的思想或行动，我只选择爱我、尊重我并值得我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我是有福之人，我追求和平、宁静与和谐，我克制自己的愤怒和焦虑，我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制造问题。我珍惜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物，我感恩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感谢你和同频之人共同诵读这篇能量文，个体的微小意念最终会汇聚起来，同频共振，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留下一句我是有福之人，
让你的福气为你召唤更多美好的人、美好的事流向你的生活里。